現在政協會全球都在關注這件事情，尤其是什麼外國媒體非常擔心，他說哇，這可能會分裂我們台灣之類等等，甚至你看到幾個標題，他說你看到鄭麗文求見習，美國專家，國共統一戰線敵對台灣的主權，甚至你看到鄭麗文川習會前訪中，彭博說什麼是為北京提供籌碼，但是我看了這幾個標題之後，我有想法。台灣人恐怕沒有這麼想，台灣人現在想的是什麼？鄭麗文他現在真的在台灣的政壇是有實力，真的是有能力去做這些事情嗎？別忘了，現在連國民黨內都有一股去反鄭麗文的勢力，這些事情，我們自己都知道，台灣人也都知道，這代表川普知道，習近平他也知道。那為什麼習近平這一次還要這麼被人家說高規格的去對待鄭麗文呢？難道真的是？習近平真的沒有招了，只能用鄭麗文這個你完全知道他沒有能力、沒有權力的人，只能出这種招，等於是什麼？習近平太丟臉，他已經沒有招可以出了嗎？趙啊，中國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劇哦，叫做《長安的荔枝》。那這個《長安的荔枝》在講什麼故事呢？在講說千里迢迢啊，把這個荔枝啊從偏鄉啊一路啊運到了京城，只為博紅顏一笑。而如今啊，鄭麗文搞了這一整出大戲啊，就如同這個長安的荔枝，她就是荔枝。從頭到尾不對，她是那個貴妃，她是貴妃，只為了博鄭麗文一笑，所以這是一個真愛的故事。我來跟你解釋給你聽吧。首先第一件事情，你剛才講了一個最重要的，鄭麗文能不能代表國民黨？你看到很多的外媒在那邊緊張，說哇國共合了，在那邊緊張說這個是北京的籌碼，在那邊緊張說呢會掀起論戰，台灣的國防不會過，但不對哦，整個國民黨面對鄭麗文去中國去訪問，甚至要政協會，他們所採取的態度是什麼？裝作沒看到，降溫，靜默無聲。不知道，不是、啊、有鼓噪嗎？有在國內幫他大肆宣傳嗎？沒有。有引以為豪嗎？有做他的後盾，有幫他背書嗎？我們講最好淡化的淡化。再第二件事情，請問一下，立法院有人聲援鄭麗文的立場嗎？有跟你講說我們絕對誓死不過經過？有跟你講說我們要過鄭麗文的版本，3800億的版本？沒有啊。現在大家喊的是什麼？要加碼的。對，歌照唱，舞照跳，馬照跑。因為鄭麗文在國民黨內部的代表性不足夠嘛。但這時候回過頭來了，那請問一下，習近平知不知道？那當然知道，還有那麼笨嗎？我跟你講，為什麼習近平知道嗎？因為從頭到尾哦，有一句成語叫做沐猴而觀，也就是說呢，今天一隻猴子，我把它抓過來哈，把它洗得乾乾淨淨的，把它弄得漂漂亮亮的，穿上華服，戴上皇冠啊，我就說她是公主啊，她就變公主了。這個大戲已經鋪陳很久，習近平是一手造成鄭麗文崛起最關鍵的那個男人嘛。剛剛惠貞還在問我說，鄭麗文有擔任過什麼黨職嗎？我說沒有啊，他真的沒有啊，他就是一直罵說柯文哲，罵柯文哲啊，然後罵國民黨啊，一直在罵，然後上節目啊。他唯一有那個職位，你知道是什麼嗎？趙爾，我現在對你不禮貌哈，跟你一樣是主持人。主持人，對嘛，這是他過去的位置嘛。那為什麼可以變成國民黨主席？習近平弄的嘛，那習近平把他弄上成黨主席之後，為什麼他可以去見習近平？因為有了黨主席的身份，才能夠見到習近平啊。所以從頭到尾，鄭麗文就不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對，他是習近平自己哦。你像那個賭神那邊一直在那邊戳那個牌，你知道嗎？黑桃 S， 黑桃 S， 然後戳不完，自己拿簽字筆在那邊畫，畫完說他是黑桃 S。所以你看，我跟國民黨主席要見面了，從頭到尾他自己設的局啊。他自己弄的牌啊，他自己設的局，他完全知道這個人，他完全沒有權力，完全沒有影響力，但是是我把他塑造起來的，他就是我這次大內宣最需要的東西。你講到重點了，那為什麼鄭麗文一定要去到中國去？為什麼他在國內？剛剛很多人談到啊，說他在黨內也什麼事也啥都事都不管啊，他說立委他也叫不動啊，那也沒有黨權，那地方選舉也管不了啊，因為。鄭麗文唯一的權力授權來源就來自於習近平。如果他今天真的見到習近平，那個叫做4個字，弄假成真，叫做5個字，麻雀變鳳凰啊！所以他今天一定要搞這件事情嘛，麻雀變鳳凰，他要變鳳凰嘛，所以他一定要去到中國去嘛。所以你看到中國去有沒有高規格去禮遇他？有沒有啊？有沒有規格都很高？你看到我們這幾個畫面全部都剪了出來之後，你看，是什麼？國台辦，對，中共中央台辦主任宋濤。帶他搭高鐵復興號，再前往南京這邊聊天，還有什麼？你看宋濤在南京的東京國院紫西樓舉行接風的晚宴，很好啊，規格很高啊。對嘛，所以你看啊，他的規格，各位不會有人講哈，該說什麼說什麼。
包括他的落地送他來去接機，包括他的各樣的我們講的官員，以及江蘇的省委書記，以及到最後的我們講可能會去見習近平的北京之行，全部都採取最高規格，而且這個規格絕對不輸馬英九，形式主義上絕對讓女方開開心心的。對，但問題是在於哪裡呢？石子骨子裡，你如果去挑出來看，你會發現狗不理兄總是講那一兩句，來3句話，一個中國的原則，反對台獨，偉大的民主復興，見每一個人都講一樣。唯一一個差別是在去見孫中山的時候，中山夜林的時候，對，鄭麗文有自己加戲了啊。所以你在講什麼？抗日。被抗日神劇的劇碼拉進來了，但除此之外，這些形式上來講都沒有變嘛，就是維持以前那個套路。所以曾麗文今天去到這邊來，我哥問你，台灣他影響不了，那我反過來問另外一件事情，你覺得美國會怕這個人嗎？美國會怕一個回去公司續職，去找自己老闆報告，想要黃袍加身，想要麻雀變鳳凰的曾麗文嗎？習近平跟他自己的員工見面了，怎麼了嗎？那問你們，川普他要跟川普談什麼？習近平跟川普他說，哇，你看國民黨代表着台灣的最大民意並且呢跟我們聲稱對於經構反對，並且呢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反對台獨分裂，請美國不要干預中國的內部事務。你覺得他會這樣跟川普講，對不對？你覺得這樣有用，對不對？那川普就跟他講句話，可是國民黨立委投我票那不就結束了嗎？所以當今天習近平認為曾麗文是一塊大浮木，他現在在海上飄了，我被打得很慘了，我以為我抱到一個浮木了。就沒有想到，它不是浮木，腐木要垮的那一種。照你形容的非常好，你讓我想到一個畫面，這個像鐵達尼號，你知道嗎？鐵達尼號啊，這個我們講習近平就像那個落難的那個 Rose 啊，那這個鄭麗文就是那個浮木嘛。因為現在我反問一件事情好了，你要習近平出什麼牌？這才是一個最大的重點嘛。整個流程走完之後，對於川習會，我不認為有太大效應效果有限那習近平知不知道？知道嘛？對，那不然他能打什麼牌？但我還是要演啊！我要對我國內的人，我要交代啊！對啊，他有內宣啊！你講那個重點啊，這是他內部媒體要去宣傳，但台灣不需要啊。但唯一一個開心的是誰？我現在講完了，習近平也不會開心的。對，他自己也在坐望愁城嘛。那川普根本不當一回事嘛，川普忙着去伊朗那邊賺錢。我們剛才講了老半天了，只有一個女人，鄭麗文。你說那個麻雀變鳳凰的鄭麗文，對，只有他開心啊！我最開心了。鄭麗文為什麼不開心？原本他是什麼不分區立委都排不上的人，他現在變成黨主席，去中國萬千寵愛於一身，要華府有華府，要規格有規格，還說我覺得我是天命，我有天命，他什麼天命之女啊？這不是我們亂講哦，這是風傳媒寫的哦。他說哪來的自信？國民党主席鄭麗文稱自己有天命。他說這個是在3月16號在國民黨中央辦的星火計劃裡面，鄭麗文跟未來的跟大家即將舉辦正期會，還強調自己有天命，對不对？結果有天命完之後，這邊太酸了。他說當時立刻有人把該段言語對外講，聽聞的許多黨內人士或幕僚頗為傻眼。你公傻！我講他的天命，因為鄭麗文他活在習近平幫他創造的完美的環境跟這個堡壘裡面，他是不是黨主席？是。那他有沒有去到中國？也有。他有沒有見到習近平？有。所以鄭麗文，我跟你講我不怪他，他真心實意的認為自己可以促成兩岸的統一大業。他3月16號就已經這樣子想了，那時候還沒有訊息都還沒出來哦。對啊，他就覺得老娘有天命的，搞了這麼一出大戲，就在正期会見完之後，我最後只有一個結論習近平沒有開心，川普也無所謂，唯一一個就是搞了這麼一出大戲，只是為了討好鄭麗文，讓鄭麗文呢感覺到法喜充滿。慧珍姐，我真的覺得今天風傳媒寫的這邊太有意思了。既然鄭麗文竟然在這麼多人的會議說我是什麼有天命，被他形容說什麼真命天女，而且裡面最有趣的是下面這一段，他說鄭麗文對於風水有一種蠻喜歡風水這件事情。他說鄭麗文原本在國民黨大樓外面要加2根柱子，但是要花費好幾百萬。不少黨內人士猜想可能跟風水是有關係，但是因為他說工程過大，北市建管處不發建造。北市建管處是誰的？蔣萬安的。蔣萬安也要擋你的風水嗎？哎呀，你就這樣看嘛，你是天命，你是天命之女，你是誰的天命之女啊？習近平的。那你是習近平看中的人，關我們國民黨什麼事啊？那蔣萬安是誰啊？蔣萬安有一天要成為國民黨未來的儲君是共主那他是誰？蔣中正
一脈相傳。那你現在我怎麼可能去對鄭麗文去那個卑躬屈膝呢？我怎麼可能會對你鄭麗文會有好聲好色呢？不可能嘛！因為你鄭麗文是是共產黨所欽點的人選。這個天命是什麼天命？搞不好他沒有說錯。奉天子之命，所以今天這個麻雀才能變成鳳凰。對，那本質剛剛宇軒講了，鄭麗文在國民黨黨內，除了這一次的黨主席之外，他以前他有任何一次戰功嗎？他有選贏過嗎？他有擔任重要的黨職嗎？鄭麗文現在的情況是啊，你沒有選票，你可能也沒有鈔票，所以你這樣子兩袖清風之下，你在國民黨內部，誰要你化為跟公職的我都化為跟當嘛？沒有人把你認真的話當一回事。光從一件事，你剛剛講的蔣萬安，說一句實在話，我是國民黨黨主席，我只是你知道哦，那個 No News 寫哦，他不是只要2根柱子變紅色哦，你看他寫什麼？黨主席鄭麗文上任後要大改革啊，考慮将中央黨部整棟包紅啊，包紅哦，整棟，他本來包紅哦。他把它整個都重新粉刷過一遍，他把它整個變成是大概是共產黨的這個對，大概是變成共產党的黨分部啊！你想想，這太離譜了吧？結果後來出估要花300萬啊，然後他就說啊，這個是有好友廠商這個贊助。後來就說好了，這個工程才那鬼懂沒包啊，那麼凶悍嘛。就後來說好了，那我們意思一下，再設置2個大門2側大紅柱就說要有，反正簡單一句話，就是要把紅色引到我們國民黨黨內。雖然原本要更紅的，退而求其次，還被擋，還被擋，那你会覺得莫名其妙奇怪了，我在我家在溫刀呢我被往節調到往節上。說一句實在話，大部分人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什麼蔣萬安就是不讓他弄？當然不讓你弄啊！你這樣搞起來有悖於你的風水。那我蔣萬安2028年我的下一步之後我要怎麼走？所以他不可能讓這個鄭麗文如願嘛。但我跟你講你不要小看這一個風水說國民黨的是包括吳敦義，包括朱立倫，大家都是很信風水的他之前那個吳敦義還弄了一個這個風水池養魚，有沒有？記不記得2019年最經典的發生了什麼事？就是這一隻跳出來啊！這個自己跳出來，他不在，而且你要知道那時候是什麼時候？是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那一隻魚幾公分？告訴大家，46公分。韓國瑜是民國46年出生的，而且這個叫做金龍魚，金龍魚有帝王之魚之稱。你看這個魚都沒有辦法 hold 住，我們可以戲啊，你知道嗎？這一套是一路傳承下來的，這一路傳承，所以你看有沒有準？當然有準了。後來韓國瑜不是就沒選上嗎？好，現在我們來回到，你知道今天鄭麗文，你知道嗎？他不是下飛機嗎？哇，下飛機呢，那當然啊，中國的媒體就要開始吹啊，開始捧啊。你看他講到什麼？《環球時報》說，哎呀，真的是又美又飒，對不对？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麼？他不是穿紫色嗎？因為有人講說，好像這種場合很少穿紫色。你知道為什麼是紫色嗎？天哪，有高人指點，我才發現原來紫色是藍色加紅色才會變成紫色啊！所以鄭麗文從頭到尾就是要把藍的變成是紅的，這有學問的，這是有學問的。第二件事情，什麼事情？就是在這個軍購案，也就是說，在國民黨這裡面，包括中國跟美國，它是一個角力的戰場在上面，他們不斷在施壓，所以国民黨現在像一個這種所謂壓力鍋一樣，所以都要爆發的。对，我們都知道盧秀燕之前不是才去美國嗎？對，盧秀燕是挺軍購案的，就沒有想到一宣布，這個要去鄭麗文要去中國，他的態度竟然變成觀望，變成今天最新的那就等鄭麗文回來啊，這個軍購案，再來討論。怎麼從變成堅定挺會變成搞成這樣？顯見這個你剛提到的美國跟中國確實兩股勢力親美親中勢力，在國民黨現在在內部的角力。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中國眼中的這個統一女神，還封給鄭麗文統一女神的這個封號，對不對？
結果美國人說她什麼？說她奇女子 ，not in a good way， 不是好的。為什麼？因為鄭麗文竟然跟人家美國官員說，只要你讓我跟川普見面，我有信心，我可以說服川普為兩岸的和平來努力。等一下心裡想說，你要說服川普，哇哦，還真的是奇女子。鄭鳳，我們之前不是在節目上面講這個民進黨的共諜朱正奇被起訴的事情嗎？結果朱正奇今天平面媒體就爆了出來，原來朱正奇交付檔案是交給了誰？原來是交給《海峽島報》中國官媒的主任。這個《海峽島報》竟然還找了教授來做一個假民調，但是假民調之後，我才發現中國的政治判斷完全是大錯特錯。之前我們不是講徐春英去叫大家去挺黃珊珊，等於是棄藍保白，結果沒想到假民調裡面，就這一次的假民調裡面，竟然是棄白保藍，完全翻轉，完全不一樣。他賭什麼就輸什麼了。是沒有錯。我們之前在講朱正奇案的時候，有說他的對口就是中國一個記者嘛。那這一個記者他所屬的集团就是你剛剛講的《海峽島報》。對啊，《海峽島報》其實是受誰指揮？國台辦吶。對。那他干預台灣的選舉，我們來看一下他做了什麼事情。他透過這個《海峽島報》哈，來吸收誰？吸收台灣一個記者。這個記者，我覺得你要吸收，你要干預選舉，嘛找一個較勇的，對不對？結果伊找一個，這個剛看所托非人吶，所托非人，所托非人，找一個這姓林的記者，那他就要做一個假民調，意思就是說，國民這個民調較低，然後侯友宜的這個好好做代誌民調就管呢，他高出他10幾%，那還要透過這個林姓記者呢發布這個假民調，他叫一個姓蘇的學者幫他做民調，伊安怎走你知道不？他這個姓蘇的就去回掐頭，說哎，趙可剛那個就不要，他是路人啊，隨機啊，叫我們姐你支持像啊，你支持侯友宜啊，好，我就啊支持侯友宜街訪，然後呢，他就在火車站旁邊街訪。幻想出一個民調，爛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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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剛還沒有聽過這種做民調的方法。對啊，然後呢，就把這一個民調結果傳給誰，你知道嗎？當然傳給《海峽島報》。對，那另外一個就傳給中國國台辦的發言人。他還真的給他錢了嗎？對，國台辦的發言人這樣做可以拿到錢，就可以拿到錢，代表被60萬，就這樣拿到了。所以鄭峰，我覺得裡面最妙的事情說，你剛剛那個做假民調是要棄白保藍，對。但我們之前從徐春英的起訴書裡面看。台北市長選舉這一局，對，他是動員非常多人去挺黃珊珊，對，叫大家不要去挺蔣萬安，沒錯，從市長到總統都是中國的台辦在後面在操縱這些事情，沒錯。那他等於是政治判斷上面完全都是錯誤的，對啊，他賭誰誰就輸了嗎？就輸了，對啊。他本來是賭誰？然後2022年他本來是賭蔣萬安的，後來徐春英臨陣倒戈，改說我要支持黃珊珊，結果後來黃珊珊有選上嗎？沒有啊。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浩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